當我們還在盯着英偉達的股價，還在為 AI 的狂歡興奮的時候，全球最聰明的一批資金已經在悄悄地進行一場大遷徙。他們嗅到了危險，正在撤離一個我們過去認為最安全的地方。而這場大遷徙的線索就來自3個看起來有點矛盾的國際新聞。第一，歐盟跟中國就電動車關稅問題突然妥協了。第二，加拿大這個美國最鐵的兄弟突然跑去跟中國示好了。第三，美國自己卻反過來對歐洲的盟友們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怒。這3件事同時指向了美元的信任危機已經從內部開始了。除了金磚國家，連歐洲和加拿大這些一向跟美國友好的國家也有離開美元體系的訊號，美元霸權在加速衰落。雖然不是今年就會看到美元崩潰，但是這個是長遠的影響着我們手上美元資產價值。你看懂了這個信號，就能提前布局，避開即將到來的陷阱。你看不懂，就可能成為這輪全球大洗牌裡最後買單的人。今天這條影片，我就要帶你把這3條新聞串起來，揭開背後那個正在衝擊美元，並且將會徹底改變美股遊戲規則的驚天秘密。看完它，你對2026年的投資布局將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好，我們先來快速看一下過去的星期全球上演的3場關稅大戲。首先是歐盟，去年歐盟鬧得沸沸揚揚，說中國的電動車有政府補貼，是不公平競爭，所以要對中國的電動車加徵高額的反補貼稅。當時稅率一出來非常嚇人，關稅高達 35.3%， 再加上原本 10% 的進口稅，總稅率直接飆到 45.3%， 這個基本上就是要把中國電動車擋在歐洲門外了。但是就在2026年1月12日，事情出現了180度大轉彎。歐盟委員會宣布，他們跟中國達成了一個叫價格承諾的框架。這是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就是歐盟給中國車企開了一個後門，你可以不交那麼高的懲罰性關稅，但你必須答應我2件事。第一，承諾一個最低進口價格，你的車賣到歐洲不能低於某個價格，這個價格要足以消除你所謂的補貼優勢。每一款車型、每一種配置都要單獨設定價格，非常複雜。第二，承諾在歐洲進行投資，你不能只賣車，你要來我這裡建廠，帶動我的就業，把產業鏈也帶過來。你看這招高明吧？表面上歐盟是維護了本土的汽車產業，但是實際上他放棄了用高關稅直接對抗的強硬手段，轉而尋求一種利益捆綁的合作模式。這個不是在投降，但絕對是一種姿態柔軟的妥協。為什麼要妥協？我們後面會深入分析。第二幕，加拿大的轉向。如果說歐盟的妥協還比較隱晦，那加拿大的動作就幾乎是明示了。就在歐盟宣布新框架的幾天後，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就飛到了北京。要知道，加拿大過去幾年跟中國的關係並不好，之前也跟着美國對中國的電動車徵收了高達 100% 的懲罰性關稅。但這次卡尼訪華成果驚人，雙方達成了一個讓外界大跌眼鏡的協議。加拿大同意每年給中國49000輛電動車的配額，在這個配額內，關稅從 100% 直接降到 6.1%， 這個簡直是從珠穆朗瑪峰降到了吐魯番盆地，而且這個配額5年內還可能提高到7萬輛。另外，作為交換，中國也給了加拿大好處，同意在3月1號前把加拿大油菜籽的關稅從驚人的 84% 降到 15% 左右。還取消了對龍蝦、螃蟹等等一系列加拿大農產品的關稅。中國甚至承諾取消對加拿大訪客的簽證要求。這個協議的信號意義是很強烈的。卡尼總理在記者會上直接說，現在的加中關係已經變得比與特朗普政府下的美國更可預測。這話說得非常重，等於是公開抱怨美國這個鄰居太不靠譜，我得給自己找個備胎了。就在2個最重要的盟友，一個悄悄和解，一個公開示好的時候，美國在幹嘛呢？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媒體上宣布，要對歐洲8個國家加徵 10% 的關稅，而且還威脅說，如果這些國家不聽話，6月1號就要把關稅提高到 25%。理由是什麼呢？說出來你可能都不信，是因為特朗普想買下丹麥的自治領土格陵蘭島，但是這些國家都表示反對，就因為這個就要對8個盟友發動貿易戰。這件事看起來很荒謬，像不像一個班上的大哥因為小弟不肯把心愛的玩具賣給他，就翻臉要揍人？但是這個恰恰反映了當前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核心特點，極度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性，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哪怕你是最親的盟友。好了，3場大戲看完了，
一個妥協，一個轉向，一個憤怒。表面上看，這是一場混亂的多邊貿易爭端，都指向了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美元。為什麼我說這一切的矛頭最終都指向了美元？我們要明白一個最基本的邏輯：國際貿易的基礎是貨幣結算。過去幾十年，這個結算體系的核心就是美元。你想買石油得用美元，你想買芯片得用美元，你想買大豆也得用美元，這就是美元霸權的根基。但是美元霸權也給了美國一個超級權力，那就是可以利用美元作為制裁和打擊對手的武器。比如，它可以隨意凍結一個國家的美元資產，可以把一個國家踢出 SWIFT 國際結算系統，讓你的錢瞬間變成廢紙。這種武器用來對付敵對國家也就罷了，但是現在美國越來越頻繁地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的盟友，特朗普政府動不動就威脅加關稅，這樣讓歐洲和加拿大這些國家感到極度不安。他們發現自己國家的經濟命脈完全掌握在一個喜怒無常的大哥手裡，這種感覺誰都不會喜歡。這就催生了一個強大的動機：我能不能繞開美元，建立一個新的貿易圈子？這就是我們理解歐盟和加拿大最新動作的關鍵鑰匙。歐盟和中國達成價格承諾，加拿大和中國達成關稅配額。這些複雜的雙邊協議本質上是什麼？他們是在嘗試建立一種不依賴於美元定價和結算的新的貿易規則。這就像一個村子裡，所有的買賣都必須通過村長家開的小賣部，用村長發行的村幣來交易。村長很強勢，誰不聽話，他就不讓你用村幣，不讓你進小賣部。時間長了，村民們就覺得不爽了。於是張三和李四兩個大戶就商量說，以後我們兩家做生意，能不能別去找村長了？我們直接用大米換布匹，或者我們自己發行一個米票來記賬，行不行？這個米票就是繞開村幣的嘗試。歐盟和中國的價格承諾就是一種更複雜的米票，他們在試圖定義一個獨立於美元之外的價值交換體系。而加拿大和中國的協議信號就更明顯了。加拿大是美國的後院，是五眼聯盟的成員，是美元體系最核心的盟友之一。現在連他都開始公開尋找備胎，說明大家對美國的信任已經降到了冰點。這個已經不是金磚國家那種敵對陣營的去美元化了，這是美元體系內部的離心力。當一個體系的核心成員都開始動搖，那這個體系的根基就真的危險了。投資大師瑞達利歐在他的書裡反覆強調的觀點，他通過研究過去500年的歷史，發現每一個帝國的衰落都伴隨着儲備貨幣地位的喪失，而這個過程往往是從盟友體系的鬆動開始的。美國的國債已經突破天際，美聯儲在過去幾年瘋狂印鈔，美國政府甚至能繞過美聯儲自己向市場放水。鮑威爾被刑事調查，動搖美聯儲獨立性。而現在他的盟友們正在用實際行動對美元的價值投下不信任票。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數据，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已經從2000年左右的超過70%下降到了現在的58%以下。雖然它還是第一大儲備貨幣，但是下降的趨勢是清晰可見的。而高盛在2026年1月的最新報告中也指出，他們認為美元的價值仍然被高估了大約15%。他們預測2026年美元將會進入一個緩慢的下行通道。所以大家明白了嗎？歐盟和加拿大的新關稅協議絕對不是僅僅幾個百分點的稅率變化，它是冰山的一角，水面之下是全球對美元信任的流失，是世界秩序重塑的巨大暗流。而這股暗流最終會以驚濤駭浪的形式衝擊華爾街，衝擊我們每一個人的投資組合。好了，講完了深層邏輯，我們再回到最現實的問題，這一切對我們投資的美股到底有什麼影響？影響可以分為3個層面，短期是情緒衝擊，中期是盈利侵蝕，長期是估值重塑。首先看短期，特朗普對歐洲8國的關稅威脅，歐盟多國在考慮對美國商品加徵報復性關稅，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給市場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英國衛報有一篇分析文章，標題就叫特朗普的關稅威脅很糟糕，但他們注入的不確定性更糟糕。這句話說到了點子上。對於企業來說，最怕的不是成本上升，而是規則的混亂。如果我知道明年關稅是10%，我可以提前調整我的供應鏈，我可以跟客戶談判分攤成本。但是如果我不知道下個月關稅是10%還是25%，甚至不知道我會不會被加關稅，那我就什麼都不敢做了。我不敢投資，不敢擴產，不敢招人，整個經濟的活力就這樣被扼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就說過一句話，在特朗普時代，不確定性就是新常態。
這個對投資者來說是最可怕的詛咒。所以我們看到，儘管美股大盤指數還在高位，但是市場的避險情緒已經在升溫，黃金和白銀的價格在最近創下了歷史新高。這就是聰明的資金在為未來的不確定性買保險。我們再看中期影響，如果特朗普的關稅威脅真的變成了現實，那對美國經濟和美股來說將是雙重打擊。第一重打擊是通脹可能捲土重來。很多人覺得奇怪，去年美國加了那麼多關稅，為什麼通脹好像沒怎麼起來？那是因為很多美国公司動用了他們之前的低價庫存，並且犧牲了一部分利潤來吸收關稅成本。但是這個過程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根據美國稅務基金會的測算，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美國自1993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增稅，相當於在2026年讓每個美國家庭平均增加了1500美元的稅收負擔。這些成本最終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一旦通脹再次回來，鮑威爾主席將會陷入兩難：是為了抑制通脹而繼續維持高利率，從而可能引爆經濟衰退，還是為了保增長而降息，但是卻可能讓通脹失控。無論他怎麼選，對股市來說都不是好消息，因為股市上漲的2大基石都將受到威脅。第二重打擊是對企業盈利的直接侵蝕。關稅本質上就是一種稅，它會直接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對於那些高度依賴全球供應鏈的美國公司來說，比如蘋果、耐克或者汽車製造商，關稅的影響是立竿見影的。華爾街的分析師已經在快速下調相關公司的盈利預期。根據摩根大通的估算，如果對歐洲的關稅全面實施，可能會讓標普500指數成分股的整體盈利下降5%到10%。盈利是股價的根基，當盈利預期下調，股價的支撐也就不復存在了。這也是為什麼本周雖然大盤指數沒怎麼跌，但很多傳統製造業和零售業的股票已經開始搖搖欲墜。最後，我們來看最深遠的長期影響。如果歐洲、加拿大這些國家真的在貿易和結算上逐步去美元化，那將會從根本上動搖美股的估值邏輯。為什麼美股能夠享受全球最高的估值？為什麼美國的科技公司可以擁有那麼高的市夢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全球的資本都以美元計價，並且都把美國市場當作最安全、最值得信賴的終極避風港。當全球任何地方出現風險，資金的第一反應就是湧入美國，買美國國債，買美國股票。這種避風港效應給了美股一個巨大的估值溢價。但是如果美元的避風港地位開始動搖了呢？如果全球的資本發現除了美元還有歐元、人民幣，甚至一個新的金磚貨幣可以選擇呢？那將會發生全球範圍內的資本大遷徙，資金會從被高估的美元資產中流出，去尋找新的價值洼地。到那個時候，美股特別是那些估值已經在天上的科技巨頭，將會面臨殘酷的估值回歸。這個不是說美股會立刻崩盤，但是它長期以來享受的估值特權將會被慢慢剝奪。這是一個緩慢但致命的過程，就像溫水煮青蛙，當你意識到水溫已經燙得受不了的時候，可能已經來不及跳出去了。面對這樣一個風雲變幻的市場，我們應該怎麼辦？首先，我們要密切關注這個星期的幾個關鍵時間點，它們就像風暴的中心，可能會引發市場的劇烈波動。1月22日，歐盟領導人召開特別峰會，討論美國總統特朗普因應格陵蘭問題，威脅向8個歐洲國家加徵關稅的應對措施。1月23日，本周的重頭戲來了，美國將會公布11月份的 PCE， 這個是美聯儲最看重的通脹指標。如果這個數據超預期，那麼市場對降息的樂觀情緒可能會被狠狠地潑一盆冷水。另外，在這個星期開始，美股的財報季也拉開帷幕，英特爾、奈飛、強生這些巨頭都會公布業績。在宏觀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公司的個體基本面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們要從財報中去驗證哪些公司能夠抵禦關稅和通脹的衝擊。那麼作為聰明的投資者，我們的應對策略是什麼？第一，還是那句，保持靈活，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你可以分散投資不同地方，或者買黃金這些避險工具來對沖。第二，強化你的風險管理。在去美元化的浪潮裡，你過去認為安全的資產可能突然變成最大的風險，這時候進攻不再是最好的防守，控制風險才是。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順勢而為，跟隨趨勢。這聽起來可能跟前面2點有點矛盾，其實不是。在混亂的市場裡，趨勢一旦形成，往往會持續一段時間。我們要做的是識別出那些由聰明資金推動的真正強勁的趨勢，然後跟隨它。
但同時我們也要設置好嚴格的止損點，一旦趨勢逆轉，就要毫不猶豫的離場，這樣就能做到漲跌都贏。如果你想建立一套系統化的交易方法，想學習如何在動盪的市場裡做到進退有據，我非常歡迎你來參加我的銀市技術公益課。這是一個完全免費的課程，我會在裡面把我過去10幾年總結出來的一套被市場驗證、行之有效的交易系統，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大家。我不能保證你一夜暴富，但是我可以保證它會讓你對投資的理解提升一個全新的層次。課程的連結就在下方的資訊欄裡，希望能在課堂上看到你。好了，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宏觀層面的東西。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投資者，我們必須抬起頭，看看地平線上正在聚集的風暴。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雖然被說了無數遍，但在這個時刻，我覺得特別應景。只有當潮水退去時，你才會知道誰在裸泳。過去10幾年，美股和美元資產在全球央行大放水的潮水裡一路上漲，很多人都賺到了錢，但是很少有人去思考這個潮水有沒有可能退去。潮水幾年前已經有退去的跡象，歐洲和加拿大的行動就是一個明確的信號。這場全球關稅大混戰可能只是新一輪全球金融秩序重塑的開端。未來幾年，我們會見證更多我們習以為常的規則被打破，更多我們深信不疑的共識被顛覆。希望今天的影片能給你帶來一些新的思考。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記得點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得到我們上傳視頻的通知了。我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通過時事來簡單的講給你聽，也請你把今天影片分享給你身邊關心投資的朋友。我們下條影片再見。